我买完房眼泪都哭干了，我房贷3700多，还了5年了，还有64万的贷款，但是我房子现在已经降到了54万，我的贷款比房子还贵呢。我每天工作就是给银行打工的，合着我每天努力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最近嗓子都哑了，急的我。赚钱给银行还月供吗？自从买完房，我现在都没在外面吃过饭，早饭我就吃一颗鸡蛋搞定了，健康还不贵。自从买完房，我什么都不敢买，就怕哪天没钱还贷款。都说买房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幸福，可是我买完房以后呢，我怎么就感觉不出来幸福呢？但我们每个月要花5000块钱的房贷，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话，一个月只能赚4000多块钱，然后还有小孩。今年35岁，背负350万的房贷。2019年一时冲动，贷款买了一套房子，想每个月月供大概要18000，关键这其中16000都是利息啊！到目前我已经花了3年多了，真的还不动了。这样房贷啊，还完我差不多也要65岁了。房子已经拿到1年了，可是现在我连装修的钱我都没有，住都住不进去。北京房地产市场急速下滑，昔日高不可攀的4环房价如今跌至每平方米2万块，5环以外房价更是大幅跳水，部分社区甚至出现了腰斩式暴跌。大量空置房源乏人问津，市场何时触底仍是未知。一位网友指出，这个小区跌幅堪比北京之最，从高峰期的2万多块1平米跌至如今的6000块，跌幅达到80%。一套85平米的2居室只需8万元即可入住，还附送地下室和7件家电。没有北京户口，为什么要花480万在北京买房定居？北京户口对于我和老公这样普通本科毕业的来说，真是遥不可及。要么是积分落户，要么是人才引进，这2点目前我俩都够不上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在北京买房定居，不回老家呢？因为北京工作机会多，挣的也多，回老家机会少，赚的也会少，平均工资只有3、4千。而且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们也想给他一个安稳的家，不想再到处租房搬家。博主说，2年后孩子要上小学，他们了解到送孩子上小学，要么在本区有房产，要么在本区缴纳社保。她老公社保在海淀，如果不买房，那孩子只能去海淀租房上学。然而呢，租个有学位能上学的房子，1个月房租就要1万块钱，他们觉得不划算，还不如自己买房。因此他们今年5月份就花了480万在北京买了房子。她与老公北漂了10年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。曾是中国经济引擎的房地产，如今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北京部分区域解除限购以后呢，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，房价急速下探失控。5环外如昌平的回龙观、顺义等地的房价暴跌高达50%，而环京地区更是惨烈，价格几乎跌至原价的零头。这博主在北京花了230万买了一套2手房，他带大家看一下房子长得什么样。从一进门就是一个客厅，客厅大概有10几平吧，然后这些沙发呀还有电视啊都是房东之前留下来的。然后从客厅往前走是一个主卧室，然后比较大，然后这个床啊这个柜子还挺大的，这个房东都是留给我们了，然后就是还舍不多衣服的。这个主卧比较大，就是老房子的格局都是这样。北京房价居然又是全国的跌幅排名第1啊！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今天有点晚啊，但是还是必须发一个视频，就是今天白天出来的七十人数据，北京98.8二手房价格指数，98.8能够代表一个城市真正的房价涨跌的这个指数，全国排第1，倒数第1。这不是北京第一次了。70城数据通常是指由中共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的数据。这个数据呢，是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指标之一。现在发布的数据是8月份房价涨跌的指数，上次数据是7月份的指数。博主说，7月份北京数据是98.9，跟武汉2个城市跌幅最大，并列倒数第1。而这次呢，北京成了真正的倒数第1了。博主说，
北京资金量在一线城市当中是最雄厚的，如今北京降幅却是最厉害的，真是万万没有想到。当房价大跌的时候，没有城市可以幸免，包括一线城市。我们是22年年底在北京买的5环边上的房子，加上中介费一共花了300万，装修花了20，贷款25年，利息80万，以上合计400万。最近估计房子卖不出去了，小区的电梯和楼道里都是卖房的小广告，跟我家一样的户型标价218万了，估计成交价比这还要低。这才过了1年的时间，差价80万，首付基本上跌没了。300万的房子跌到178也并不是没有可能，甚至有可能会更低。当年就是从100多涨上来的呀。只是这里面有的人赚了，有的人把半生的积蓄都搭进去了。博主感叹，1年亏80万，普通人怎样才能攒到80万？不过呢，往好处想一想，房子也不单单是一件商品，它更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它会给自己和家带来幸福感。不过呢，他奉劝各位，买房不要着急，再等一等。这位博主说，北京通州区的一套房子和去年比降价降了1半还要多。这是一个挺悲哀的事儿啊！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个房子的话呢，在去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同事的亲戚呢找我们同事买了这个房，这个房子当时是花了320万呢。然后现在这个房子最终它是没有经入房地产的洗礼，现在这个房子呀，总价只需要150万了，而且的话呢，还是首付9万就可以装修入住。他这个房子硬生生赔了1半还要多呀！当时买一套房子的钱，现在就可以完全拿下2套房了。你们买房后悔了吗？我们是2021年房价最高的时候买的刚需上车房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高位接盘，在北京3环边，当时8万5一平，总价456万，面积53平，贷款23年，月供18500，中介费12万。签合同的那一晚，我和我老公的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，毕竟从2人月入7万加的潇洒生活，一下子变成负债300万。今年大环境不好，年初我们对门的房子卖出去350万，最近隔壁的房子也卖出去了315万，相当于3年的时间跌了100多。好在我们房子位置不错，附近1公里有学校、地铁、医院、公园、超市等，离公婆家也很近，方便2老帮忙带娃。我们一家3口从没房到有房就是好的开始，不用再租房，心里还是蛮踏实的。也希望我们俩能够更加努力赚钱，早日还清贷款。2年前没有买房的家人们啊，幸亏没有买这儿的房子，现在买比2年前足足便宜了100万呢。之前300万左右的30、2厅2卫还精装修的房子，现在才180多万，并且还是现房，所见即所得。房子也是70年大产权，可以贷款的。小区内部的配套都非常齐全，小区内部就有麦当劳、业主食堂、大型的购物超市以及中央公园，并且通勤也特别方便。房子从300多万降到100多万，难道也卖不出去了吗？如今挂牌2个多月了，除了10几次的带看，没有一点动静。在挂牌的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已经降价2次，仍旧没有一点效果。既没有看到带看数量增加，也没有购买意向的人。今天中介过来又沟通了一下，给的建议是还要继续再降价。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，难道想要卖出去，真的就要没有限制、没有节制的降成白菜价吗？博主说，当初为了尽早把房子给卖出去，方便买房人随时看房，他暂时搁置了找工作的事。如今可真是鸡飞蛋打，既耽误了找工作的事，房子也没有卖出去。卖房本身就有很多的不舍，如果真降到白菜价才可以出手，那可真的就只剩下肉疼了。现在的房价真成了笑话了，再这么跌下去，多少人的财务状况得亮红灯啊！23年一位客户花1230万买的房子，上个月小区刚成交他家同户型880万，他当初买房还欠着银行900万的贷款呢。要是现在买房，不仅拿不到钱，还得再倒贴20万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担心会有一大批人扛不住了，就开始断供。总有人说房价还得再跌个2-3年，我就想问问啊，咱们还跌得起吗？如果真的跌个2-3年，多少家庭得支离破碎、妻离子散了。我们的房子跌了200多万，听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噩耗。
作为一对94后的北漂小夫妻，我和明哥算是事业有成，年纪轻轻就在北京、成都和张家口拥有3套房子，而且都是靠我们自己奋斗买来的，没有家庭的支撑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的房子都买在了房价的最高点，几年的时间下来，3处房子跌了200多万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多年的奋斗都白搭了。毕竟攒200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没有家庭依靠的年轻小夫妻。博主说，如果问我会不会难过，那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毕竟200多万对谁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数额。博主说，成都房子是老公明哥在认识他之前在老家买的，张家口房子是他买给父母养老的，北京的房子是他们2个人买给自己的。有时候呢，他会想，如果2022年没有买北京的房子，那2024年或者2025年，他们应该能买到一个130到140平的大房子，能买一个更好的位置吧。每每想到这些，他就会很难过。现在房子他们生活起来虽然是也够用，但还是觉得有点小，所以要不要去再置换房子，就成了困扰他们俩的一个大问题。不过呢，如果去置换房子，中介费、过户费、装修费都要需要花很多钱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们也只能是先保持按兵不动的状态，只想好好努力赚钱，等经济上更富足了，才能够有更多的选择。朝阳业主今年真太惨了。昨天见了一个咨询购房的客户，他在朝阳有2套二手房，今年一套跌了20%左右，另一套都快腰斩了。他问我该怎么办？那一会儿再给你们说下我给他的个人建议啊。其实不止他这2套房，今年所有朝阳的二手房，无论是老旧小、刚需改善还是豪宅，价格跌的那叫一个惨啊，可以用哀嚎遍野来形容。那为什么朝阳的房子会突然间变成这样呢？就因为当下所有朝阳二手房都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博主分析说，今年通州突然出了一批价格更低的新房，不仅容积率更低，得房率更高，户型产品做得更好，还都有会所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房子他们到朝阳的核心产板块比朝阳本地的房子还方便。我们举个例子，现在总价是500万左右，就能够在通州这边买到这样的一套房子。出小区门口200多米就是地铁站，坐上地铁20多分钟就可以到国贸了。我们位于北京2环的学区房是当时小北哥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买的，算下来已经入手3年了。总面积46.5平米，花了小600万，合1平米13万多吧，就是一个1室1厅1卫1厨房的开间儿。这个房子啊，不能说是老破小，因为房子是2000年以后建的，楼龄也不老，小区呢也不破，就是房子小了点。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正是房价比较高的时候，因为小北哥是2016年出生的，那一年应该是这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了，所以在当时只要是有学区房想法的父母，在孩子幼儿园大班之前啊，也都会考虑买房或者置换。博主说，当初买学区房的建议虽然是他提出的，老公经过多方考察，觉得投资一套学区房，2个孩子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学习资源，而且呢，又是在1线城市的核心地段，暴跌概率会比较低。加之那几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、更稳妥的投资项目。对于我们家来说呢，入手一套学区房，在当时是两全其美的事情。买完房之后的第1年，房价直接上涨了10%，涨了近60万。然而3年过去了，当初的600万买的学区房跌了150万，让他们很无奈。赶紧卖房！别说我没提前告诉你，2025年是抛售房产最后的一年，房东们别再犹豫，别再纠结了，能卖就卖，快刀斩乱麻。今年啊，再不出手，未来就要被套住。2025年将会是北京房产大变天的一年。第一，北京目前政策大多都在救新房，人才补贴、相关购房补贴、降首付、降利率等优惠福利都在针对新房。二手房啊，就像后妈生的一样，汤都喝不着。博主说，第二，很多板块新房价格比二手房还便宜，对比一下，谁都知道买新房吧。对于北京的楼市，博主有下面的几条建议。第一条就是打算卖房的就赶紧卖，别问房子还能不能涨价，尤其是老破小，有人买就抓紧抛售，越往后越不值钱，早卖少吃亏。现在房价下滑明显，别妄想房价涨了。第二条就是这几年政府反复强调止跌回稳，但房地产销量仍然是在下行。北京虽然是1线城市，但就业竞争压力大，很多行业工资和生活成本都不成正比。第三条就是有些地方降价都没有人要。
比如说远郊区发展动力不足，配套短缺，之前价格都不低，现在也是大幅下降，价格腰斩都没有人买。老有人问，北京的房子啊到底降没降？这还用问吗？现在一线城市里啊，除了重点区域那几个稀缺盘，能稳住房价的真没几个。只要您对比过去年的房价啊，就能知道，现在的房价啊，真是一天一个样。尤其呢是5环外，一天呢比一天低。今天啊，就拿朝阳的某盘来说吧，之前呢均价7万1，现在呢工体房5万5起，有的房子呢还送车位，还带精装修，关键呢它还是现房，买了就能住，不用等交房的焦虑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